心心念念的台东，我们来了。大学毕业以前，我从未独自或者和小伙伴结伴出去旅行的经历。我爸爸很喜欢用那一句"爸爸以后陪你去"来打消我出行的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未能拦住我在大学毕业和2位朋友一起去香格里亚的自由旅行。多年后，我还完成了在波多黎各独自旅行的挑战。不过因为疫情，因为2个尚且年幼的孩子，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天南地北的遨游。不过网络总能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只是总会遇到一些无法访问的情形。不用担心，安全解锁是关键。只要打开 VPN Surfshark， 新手也能轻松上路。轻松一点就可以切换 IP 位置。当网站或串流平台例如 Netflix 出现有区域限制时的内容时，我就可以马上解锁观看。而且旗下的 Antivirus 功能保护用户的装置不受病毒和恶意软体的攻击。Antivirus 可以在不影响网速的情况下后台运行。如果你想畅游网络并获得更多好的体验，立即点击这个链接，输入优惠代码卓即可获得独家优惠，还多送3个月免费。不满意的话，30天内还可以全额退费，不要错过哦！避开春假人挤人，我们提前出发去了台东。说到台东，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慢下来的时间，是原住民的美食，是环岛西行，是面朝大海，回归自然的自己。海与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面向大海，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听着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紧绷的情绪就可以得到舒缓。每个成年人在大海面前就变回成了孩子，观赏每块石头。谢谢，好可爱。它是美，它不是爱是正常是爱。什么？不过，如果遇上狂风，好像也是很难淡定啊。感受这个风，看我的头发就知道这个风有多大了。大儿头发。这美的有点狂野，是迎风。镜头一直在放，根本就拿不稳啊！这风太大了，给我的人都吹烂掉了，脸吹到面瘫。快来牵你女儿！风太大，他害怕，他怕自己被刮走。台东之行是一次与音乐的再度恋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喜欢自己沉浸在音乐里的那种状态，不管是欢愉或是悲伤，音乐让我的情绪全然展开。就连读书写功课都必须有音乐的陪伴。听歌不仅广而杂，也要求自己尽量不遗漏每首新歌。不过在生娃带娃之后，不知不觉的我不再有听歌的习惯，整天播放的多为儿歌。可是这次旅行所经之处都有音乐如影随形，仿佛诉说着以前携手相伴的那种美妙。即兴的合作与演唱，又是我爱的曲目。
有什么关系？这是原住民的音乐吗？即便我听不懂歌词，但少女的歌声仿佛把我拉进了山林里，我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少女，一直轻盈奔跑。这位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扛不住大家的千呼万唤，终于坐了过来。一扫弦足见他的功力，也验证了他在这群爱音乐的朋友们心中的地位。只要点一杯饮品，你可以随时坐下，也可以随时离开，可以安静的听，可以自己表演，你可以和陌生人一起分享这种轻松的氛围，这感觉简直太棒了。在地人推荐了我们一个茶馆，去过之后，我认为很值得拍摄分享。如果有机会，推荐大家也去坐坐。这个茶馆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做这个椅子，如果有一张一模一样的，一张来500块。肯定没有啊，这都是原木打造的。这位是曾宏贤先生，曾是台东县议会第15届议员，他的儿子是这里的村长。像这张椅子是放在户外放在室内的，这张椅子做100年都不来。这木头真的很好哎，这什么木头？台湾的檜木啊。檜木。对，像那一只是台湾的红檜。红檜。那都是88风在的漂流。这次来台东要玩几天？明天就回去了，4天3夜。4天3夜啊？不够是吗？够了，来台东玩了4天3夜是有太多了一点。这些就是老板用原木打磨的餐盘，保留了原木的原始造型，既是盛器也是艺术品。想必每次他都是这么津津乐道地向客人介绍。栗叶稍微我们的香蕉叶稍微跟它摆饰一下那个水果，小番茄、芭乐、西瓜切一切，给它摆上去，这个放一个梅子粉。平时有在用吗？这个有啊，我们有做拔费的。做拔费啊？那菜单上没有吗？要定啊。好。这个也是栗叶稍微跟它铺一下那个生鱼片呢，切一切它摆上去。现在很注重摆盘，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个你们绝对没有看过的。这个七里香，这颗七里香周杰伦的都一颗都最少都要300年。哇，300年以上。300了。现身上会有一点凉，所以我把我先生的行李装也揣在身上，这样全是穷啊。老板说自己收藏了5000多件古物，那去年12月烧掉了800多件，我听得瞠目结舌。除了这些老木头外，这里还有什么呢？看
到这个时候突然吓了一跳，因为找了一个大的脸。哦，我觉得这个地方看着孩子不一定敢进来，因为它真的有很多看起来很有个性的东西。这边也有一个巨型的面具。但是我还蛮感动的，老板他愿意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然后呢，给他的客人们一起观赏，包括他的个人的东西，非常个人、非常 personal 那些东西，他们以前的那些照片，这些照片，还有他们家庭的照片。这些家庭的照片，他都会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老板是一个很有自信，然后也很愿意与人交流的一个人。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寒舍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还蛮有个性。然后这边入内需要脱鞋，这边有个祠堂，所以我个人就先不进去了。老板他的收藏品实在是让我非常的 shock， 因为真的是跨越了几十年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看尽了人生。然后那边因为实在是太黑了，那边我不敢走过去，那边应该还是有一些藏品的。那这边可能大家灯光下你可能感觉不到，这边真的很黑，我不敢走过去。你看在里面的时候，就觉得哇，看到很多老板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他的一些荣誉的奖状，你就看到他一生为民，还有他一个人，这一辈子他所追求的一个价值观。我也一直在觉得说，是怎样的一个人喜欢收藏这么多的一个，不管是生活的还是艺术化的一些作品，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他的东西已经多到，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堆在那里，已经毫无秩序，但同时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违和感。你整个在里面其实可以逛很久很久，但我只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有孩子，等到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匆匆一瞥。但是我看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的丰富，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它是纯实物的东西，会让你非常的贴近那个年代，或者是贴近那个创作者。就是看这些纪念品、这些艺术品、这些年代的东西，让我更加的去了解台湾这一些我曾经不怎么熟悉的，包括原住民这些文化其实有一些艺术品我没有机会能够询问老板，就是说他可能是他的创作背景或者他后面的含义，但是我仍然觉得说每个人有自己的解读，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时隔这么久出来全家型的旅行，然后还是第一次来台东，我的印象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因为我们这次旅行的整个过程当中，虽然说台湾人很热情，但我尤其觉得说在台东店家老板人对他们都比较主动的会来跟你搭话，然后询问你是从哪里来啊，然后会主动的跟小朋友互动，而且很多时候老板，比如说我们今天虽然说这个寒舍它不能提供我们想要的那个晚餐的形式，但是老板他看到我们是第一桌客人，他就主动的给我们这样一包小饼干，然后给小朋友吃。就是这种小小的细节，我觉得都是一份很小的善意吧。然后我就是想到说第一天刚到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是泰式的餐厅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孩子在边上奔跑，然后温颖就摔倒了。那女儿摔倒以后，老板他看到他就说那我再请你们吃冰淇淋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刻意的带着温颖去跟老板道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生命的课程吧。然后因为我女儿其实很害羞，她见到陌生人就不是很放得开，但是我还蛮开心的，因为她可能真的太喜欢冰淇淋，所以她就同意说到老板面前说谢谢。然后我就告诉她说，我说
别人对你的善意你也要回应，那别人他也会对于他付出的这个善意而感到非常的快乐的满足。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次台东之行就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一个行程。让自己学会如何像从前一样慢，真的很慢，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车，没有什么人，甚至连路上的黄狗躺卧在路当中，然后非常的慢，就算是你的车从它边上行经过，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直到你觉得你很急迫，希望它离开的时候，它才会慢慢起身离开这样。更多台东之旅的内容将在下一期与大家来分享，请记得锁住我的频道，不见不散。